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健身。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今天要先来做开箱，那我买的是硬碟。那这个盒子要留着。硬碟的部分，它保固的时间会比较久，它是5年保证。这个一样要留着，到时候如果有问题，我们可以把它退回。那我这次一样是买24T 的硬碟。那为什么要买这一个嘞？因为之前买的这一颗 WD 的一样是24T 的，电脑检测出来它有坏轨，印象中这一颗买不到3年吧。我这一颗也有做开箱，那因为里面有一些资料是我不想要遗弃的，所以我又买了一颗同样的。那今天要来尝试旧看看能不能把里面的一些没有卡到坏轨的部分把它救回来。那一定要有一个同样大小的容量，到时候再救援的话比较不会有问题。这一颗是从香港那边买的，到时候要看一下我们台湾这边能不能做保固不行的话就要再寄回去，所以有一点麻烦。那我刚好遇到现在不管是记忆体、硬碟、显卡都在涨价的时代，除非有刚需，所以我才会购买。因为也不是因为这些东西涨价了以后你的电脑就不能用了嘛，所以还是建议各位有真正的刚需的时候要购买再购买，毕竟这些东西涨价涨得太多了。因为我现在主力机电脑还有在使用，所以我必须要组一个半套的电脑来执行这个工作。那因为有坏轨，所以我们基本上没有办法用对拷你如果对拷的话它很容易出问题，所以只能用救援的方式。接下来我先看看有没有硬碟架，因为硬碟最怕就是温度高还有震动嘛。那我这边找了一个硬碟扩充的，把前后这种板子把它拆下来，然后把它装上去，新的放下面好了，旧的这一颗放上面。等一下我们在这边加个风扇。那我这边已经整理好了一组半套的主机，我这边加了一个风扇让它进行散热。那因为这个软体我是第一次使用，所以我先拿了2个比较不重要的硬碟来进行测试这整个操作过程。那等熟悉了以后再把过程录影下来。那我们这边已经在复制了，现在2%了。那等一下我们就是等它全部复制完以后进去看内容是不是跟我们操作的一样。那这边可以设定成拷贝完自动关机。那现在拷贝完了，我们再进去看一下。那我这边又多加了一个风扇，因为这个救援软体没有成功，所以后面我换了另外一个救援软体，所以就没有将整个过程剪进影片里面。7-8个小时的我们的救援还是维持在1%，可以明显听到硬碟会有这个声音，看来是救不来了。因为刚才用的那一个软体它没有办法救援了，所以我上网又重新尝试找了一个。目前我使用这一个，这边已经可以明显看到它已经在复制了。目前它是要50个小时，也就是2-3天的时间，所以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只能够这样子尝试看看。那希望它不要出问题。这一款它是标榜可以完整跳过坏轨的。那既然第一个不行，那我们接下来改用这一个看看。那接下来就是让它复制了。救援的过程当中，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目前已经救援了2个多小时，那目前还是有在持续的救援当中。救援当中如果有发现一些磁区有问题，它会自动略过。看来这个软体应该是可以把我们的资料救回来。那大概经过61个小时的时间，终于备份完成了。那我们这边就先给它完成。备份完成了，我还是要先检查一下，看我们的资料可不可以正常显示出来。备份的过程当中，资料夹这边是不会显示的，所以我们要进去磁碟管理这一颗，把它连线，这样就跳出来了。那我这边所有的旧硬碟的相关资料应该都有呈现出来了。那我们直接用搜寻的，直接搜寻一草。那我这边随机吧，打开看看。可以哦。那我这几天就是先看看我这些资料能不能够正常使用，因为有一些资料不方便给各位看所以我还是先给它用马赛克的。这一个软体我一样会放在我的影片的资讯栏内。如果你的硬碟刚好跟我有一样的问题那你可以尝试用这一个修复看看。
这个软体大小大概只有300多 M， 没想到它可以帮我把这一些坏掉的硬碟备份出来。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将备份完成的硬碟换到我们的主机上。那我会先尝试测试几天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接下来我们来操作这一款软体。打开这个软体以后，它有非常多的功能，你有空也可以自己研究一下啦。如果遇到不懂的，你直接截图分享给 AI， 然后询问 AI 这个功能是什么。那我们直接在工具这边有一个复制磁碟，进入以后，它这一个就是会将我们目前系统上所有的硬碟找出来。你要自己知道说你的硬碟是什么名称。那我这边的来源硬碟，那我这边是头绪吧这一个，然后直接确定。确定以后选择目标磁碟，那我们目标磁碟是 WD 这一个 500G 的这一个，确定。那接下来我们这边要选择复制所有磁区，它的这一些选项你如果不懂，一样截图给 AI， 然后询问它这个是什么意思，它就会跟你做一个解释了。那因为我们的硬碟假设有坏轨，那我就是选择复制所有磁区，直接选择开始。这边就会跟你讲所有的资料会被复写，确定好你的来源跟复制过去的硬碟，这样就可以了。确定。然后这边有一个热迁移跟锁定后执行，那你可以稍微看一下它上面的相关资讯。如果你是有坏轨的，那我们就是选锁定后执行，选择这一个选项，它在扫描到有坏轨，它就会自动跳过去。选择好以后，它就会开始做一个备份了。500G 的硬碟大概需要3个多小时。那我们这一个硬碟救援的软体，简单的操作就分享到这边。硬碟的部分我这边有用其他的硬碟把它压住，因为怕它在读取坏轨的时候，它的硬盘会震动，所以给它增加了一点重量。因为我这边临时找不到合适的硬碟架，所以我在硬碟这边找了2个固定的铁片，算是把它架高，增加它的散热空间。然后这边我有用一个绝缘垫，因为我觉得它这个板子做的太过接近了，所以我尽量让铁不要去接触到这个板子，现在把它拆掉就可以了。最后分享一下我这次购买硬碟的相关资讯。那我是在知名的平台购买的，它这边还会收一个关税，所以应该是从其他国家寄来的。不过没关系，反正有问题我们就是在平台上再退货就可以了。硬碟换到我的主机上，已经测试大概1天的时间了。那目前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资料也都可以正常使用。那最后我们检查一下我们的硬碟，那目前测试起来都是正常的。那我这一篇硬碟开箱暨救援分享影片就分享到这边为止。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敬请订阅和分享，谢谢。